今天来展示一下怎么样做主线。我这是一个4.5米的杆子，我先拿出来，把这个4.5米的杆子，然后呢，一般我们的主线盒我是放在这么一个容器里头，你可以看一下。我有很多线轴，那么有4.5米的、5.4米的，因为我这儿现在只有这2种杆。然后呢，我这儿有一个空的，我想把它做成一个4.5米0.8的主线。那今天需要的工具呢，首先0.8的主线，然后呢，主线的线头呢，我通常是用 P1 线做一个线头，等一下我跟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呢，一个工具的一个剪刀，然后一些小工具的盒子，你需要的太空豆啊、八字环呐、都在这里头。首先我把它标记一下，这以前是用于5.4米的，那么就是4.5米0.8，这样的话你放在你的盒子里的时候就很清楚。对，是这么一个线轴。做完了我再把它绕上去。我先做一个线头，线头呢就是系在杆梢这部分的。一般如果不讲究的话，就直接用主线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因为你的线头经常要上去取下来，磨损的很厉害，所以说呢，用 P1 线会比较好。剪一截，大概长度就可以，这大概有1尺长的样子，实际上要不了这么长。你把它双一下，double 一下，然后呢，找一个，对，这个线，因为0.8的主线呢，实际上大概有3、4磅的承重的样子，你这个 P1 线肯定要比它的承重要大才行。我这个是0.8的 P1 线，那么它上面写的是承重7.3公斤，那么是远远超过0.8的尼龙线了，所以说没有问题。太空豆，今天我们会用到，做主线的时候会用到很多太空豆。这是我们的 P1 线，把它双一下。然后呢，我先把一个太空豆上去。这个太空豆的作用呢是固定我们这个线头的猪蹄扣。当你移动太空豆的时候呢，都要用水湿润一下。那用嘴巴是最方便的，当然也可以在吊点的时候用湖水或者都可以，总之要湿润，否则的话它移动的时候摩擦力很大，它会把它弄坏。久而久之，你的线的那个强度就会下降。我们打一个8字结，这儿留出一个足够的长度，好打你的猪蹄扣上你的杆梢，然后打一个8字结就可以了。你看，这样已经足够长了。你要是觉得一个8字结不够保险，你再打一个单结在后边也可以，无所谓。我是习惯打2个，这样的话以防万一。好，一个单结后边一个8字结，我这个主线呢我就上在中间，然后把你多余的线头剪掉。这样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杆梢线。杆梢线呢，为了方便取，我们这个头上呢也打个单结。等一下我跟大家上一下看，你就知道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了。就是留一个小辫子，这样的话你往下取的时候就容易。你看，打个猪蹄扣，这样的话就绑在杆梢上。然后呢，我这儿有个小的洞，2个结之间有个小洞，我就把我的主线上去。0.8的主线。当然，你在加拿大这里
不太容易买到所谓的主线，你就用普通尼龙线，我认为关系也不是很大。反正这儿的鱼也比较容易钓。0.8的主线是很细的，0.8呢，就是我们钓小鱼的时候，半斤以下的鲫鱼，经典的组合就是0.8的主线，0.4的子线，这是比较经典的组合。这线比较细。当然，你要说在这边鱼反正比较少，好钓，0.8是不是太细了？1.0行不行？2.0甚至行不行？其实无所谓了。我只是习惯在钓小鱼的时候用这个0.8的子线，看不太清老花了。然后就用你随便一个什么你习惯的结，把这个主线绑在你的这个 P1线上，这个结强度要比较大的结。好，线头剪掉，对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，这拍近一点，猪蹄扣。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线是这样，这个主线这连在这儿，这儿有2个结中间连主线，然后呢，这个太空豆是可以移动的。我们上线的时候呢，把它移到最底下，最头上有个小辫子，打了个单结。然后呢，我们上的时候呢是这样，2个手指这样，把它拿到中间。这样的话，把它翻过来，它这就有一个双线的 loop， 我们就叫猪蹄扣。猪蹄扣这时候把这个扣搭进这个杆梢，把它拉紧。然后呢，这个太空豆的作用就是把它固定住，这就是我的杆梢线。因为太空豆要固定住它，所以说如果你直接用尼龙主线的话，经常会磨损这一段。磨损这一段的话，那么这主线这一段就成了最薄弱的时候，就容易被拉断。拉断的话，你整个主线都会丢掉。那尤其重要的是漂也会丢掉，所以说这个代价是太大了。所以说通常我用这个 P1线来做这个线头，那么我的主线上从来没有磨损，从来没有打结，所以说我的主线的寿命就会很长。好，这样的话，这个时候我把鱼竿全部伸展开，5.4米是15尺，还是挺长的。就这样，大概呢，一般我们都是用旗杆线，但是呢，第一，我想它尽量长一点，能不能长一点。第二呢，我们打结的时候，这儿还要上8字环之类的，打结的时候毕竟要站一点，所以说呢，我就大概比你的杆长个1尺左右也没关系。好，但就这么长。接下来呢，我就要上各种太空豆了，要上好几个太空豆。首先，在你的浮漂上边需要2个太空豆。我上完了以后呢，跟大家解释为什么要这样。这是一个移动太空豆的时候一定要湿润，要不然的话，它摩擦生热，你的尼龙线就会有高热，高热的尼龙线强度就会减小。这是2个。往上拿高一点。好，这是浮漂上边的2个太空豆。然后我现在需要一个漂座，我来找一个漂座。因为我是0.8的主线，那么就是钓小鱼的，钓小鱼4.5米也不会扔很远，所以说我用一个小号的漂座，因为我可能会用比较细的漂。这是一个小号的漂座，就大概这么大，把它穿进去。然后在漂座下边也需要2个太空豆。
个。一样的，移动它之前一定要湿润一下。好，我的浮漂就会插在这漂座上，我跟大家展示一下。浮漂呢，我是都是要用专门的漂盒来装的，因为这些漂都是比较娇气的。那在4.5钓0.8、0.4的这种组合的时候呢，一般我用这种很细的漂，漂座就把这个插进去，这是一个小洞。因为这个小细漂豆的漂角呢都比较细，如果用大号的漂的话就不太稳，就可能容易掉。那用小号漂就没问题。你看插进去以后就这样，这样的话这就是我们的漂在线上是这么个状态。为什么我需要前面2个太空豆，后面2个太空豆呢？前面一个，后面一个就可以固定了。为什么2个呢？是因为我们经常在转移钓点的时候，或者说我们调漂的时候，需要一个基准，经常会移动这个浮漂。那比如说我现在设了这么深，那么我想移动的更深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我就这么做，但是这个我留在这儿，表示我刚才漂在这个位置，但是呢，我第2个位置是在这里。同样的，我在钓的比较深，我要想钓浅的时候，我就这么做，我就移到这儿来。那么这上面呢，这也是一个指示器，就是说，哎，刚才我在这里，那么你再回去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了。所以说我需要上下一共有4个太空豆固定这个漂，那么最上面呢和最下面呢都可以作为一个指示器。这样的话，你在不同的钓点转换，或者说在有的时候你想钓浮，有的时候我想钓跑铅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都知道哦，刚才的状态是什么，你再回到刚才状态的时候就非常容易，因为你的标注已经标注好了。OK， 我现在把这个漂拿下来。接下来就是要上8字环和一个铅皮座。在上铅皮座之前呢，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太空豆。同样的，移动的时候要湿润一下。然后就是一个铅皮座，这是铅皮。这是铅皮座，铅皮座呢其实就是一个空心的塑料管，你的铅皮就是裹在这个塑料管上，而不是直接裹在线上。裹在线上的话容易伤到线。那么其实很简单，就把它穿过去就好了。它是一个空心的塑料管，不用那么讲究。有些也有金属的，其实没那么讲，不需要。一个塑料管能保护好线就行了。OK。我这上面有个太空豆，固定这个铅皮座，就不让它不要到处乱跑。我下边也有一个太空豆，把它固定住。这样的话，我在抛竿的时候呢，这个铅皮座它不会，就是铅皮座上裹了铅了，它就不会乱跑。好，我现在上8字环，因为很明显我这是钓小鱼用的，所以说呢，我上8字环呢，我也上个小号的8字环，因为我的子线只有0.8，主线0.8，子线我只会上0.4，所以说呢，我用一个非常小的8字环，这么小，大概半厘米长，然后呢，也是用你习惯打的结，还是眼镜拿下来老花，习惯打的结一样的，拉紧这个结的时候呢，也是用水要湿润一下。这样的话免得伤线。好，我这个线组基本上就做完了。
这是八字环，下边就可以连我们的子线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我一步就是把八字环，把这个天皮座调整到位。好，这样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一个。我随便上个铅皮给大家看一下。一般我这样就是做完了，我就会把它绕这个线轴上。今天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，随便绕一个铅皮。这铅皮，一般来说，我做一个新的主线以后，我会用到它的时候，我才会去绕铅皮。不过无所谓，让大家看一下，铅皮就这么简单的包上去。这个铅皮可能跟我刚才的调不是很配，到时候到水边的时候再调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漂放上去。然后这就是一个主线，比杆稍微长一点，然后再加上你的子线30公分、20公分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主线就做成了。至于子线的话，其实很简单，我们有个专门的子线盒。你在钓的时候呢，你比如说这是一个2号绣0.6的子线，我现在没有0.4。这个是1号绣，可能是0.4的。总之你取下来，这有个小结，方便我们挂在这上边。这有个结啊，然后呢，这个结，来，八字环，这个结穿过八字环，然后随便打个结就连上了。这样呢，你的子线就这么长。我这个一般就喜欢用长子线，这个很简单，以后我们再说。OK， 所以这个主线就做成了。然后我们怎么收纳呢？漂取下来，然后呢，这是我们刚才的，这个线轴，线轴呢有一个别针，这样。你放线的时候，你看这个线轴是这样的，它中间都有一个槽是放铅皮座的，然后呢，你在这儿切2个口，有些是切好，有些没切好，你切2个口，这样的话，你把这个太空豆拉开一下，把第一个太空豆和这个铅皮座拉开一下，然后把这线从这个切口拉进去，然后这个铅皮座放在中间，这个线拉过来，然后你就可以绕了，就这样，把你的线就绕起来了。我们从子线铅皮那边开始绕，是因为我们最后留出来的线头正好是我的干烧绳，我的干烧，这样的话你下次上干烧的时候就非常容易。干烧绳是这样的，为什么刚才我留个小辫子的？你看，我现在我先把这个太空豆拉开，我揪个小辫子一开，很容易的就取下来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没有这个小辫子的话，你取的时候就比较困难。每次你在绕线的时候呢，都摸一下你这个主线，看看有没有磕磕巴巴的，或者说毛的，或者说受伤的地方。如果中间有伤的地方的话，那你这个主线最好是换掉，因为迟早那个地方会出问题。你在钓到大鱼的时候跑鱼，结果把你的主线崩断，甚至把你的漂给带走了，那你就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好，然后用别针把这个小辫子扎在这儿，这就完成了。完成以后，你下次想钓鱼的时候，选中这个主线，你就把这个拔出来，插在这什么地方，然后就可以用刚才我们的办法上干烧绳，然后呢，这个
把这杆子一伸开，你的线自动就给你卷出来了。OK， 所以说现在把杆子收起来，杆子这种杆包还是比较好的。我的线轴，你看我有很多，有不同的型号，不同的，一般每一种，比如说0.8的，我都备2个以上，万一出问题的时候，你赶紧可以换。不同的线径，然后把东西收拾一下。